这连州用了花枝，1个时辰前便该发作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别急，再等一等。人定。来了。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本来收拾好包袱，欢欢喜喜同我说过了今晚就能离开裴宅了。可他还未将店主给的花枝倒入水中，也让那裴仲脱了去。连州好歹是宁王送给裴仲的，他如今死了，裴仲就这么对他。夫人刚被他的时候也求过大王，可是寨中死的女子太多了，个个都是真的。一卷草新人去乱葬岗，没有人在乎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总是晚来一步？为什么我总是救不下你们？苦相身为女，危楼难在臣。连州这比头次见时还好看。夫人，你终于解脱，终于可以跟你爷娘团聚了。连州，愿你来生顷刻未足，无忧自恣。劳君慢走。你不在府中好好避风头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六郎说你心绪不佳，我看乌庸堂生意如旧，可是别的铺子出什么事了？连州死了。他去了裴宅，也难怪。前几日我们还说好，等他逃出裴宅，便自由自在地活着。无论是圣意、哑女，还是连州，我都没能救下他们。乌庸堂救下的人还少吗？
你又不是神仙，何必苛责自己？是啊，世事无常，人命脆弱，所以我们更要珍惜眼前之人，不是吗？姐夫被罢官，姐姐仗义照佛。独处之时，他是不是更加珍惜姐姐了？六郎，你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之前你一直劝我要搬离蒋府，而如今，你不仅喊蒋长阳姐夫，还让他来看我。说实话，你们是不是背着我做了什么？姐姐可还记得那白玉簪？六郎，你不该这么做的。这世上除开姐姐和阿娘，也只有你真心待我好。我不愿看到你因为蒋长阳而伤心流泪，也不想有一日你会不要我了。我既然说过会替圣依照顾你，我便一辈子都是你的姐姐，我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同样的，正是因为我是你的姐姐，你犯了错误，我便有责任教导你。六郎，与人相交需要至诚至信，用卑劣的手段获得的人和物，终有破灭失去的一天，你明白吗？刘郎明白了。你既然心中有畏惧，又为何将此事告知了蒋长阳？那日姐姐被劫，她带着我一路疾驰，途中血流不止，也一声不吭。事后还要我偷偷将马鞍上的血擦净，怕姐姐看了内疚。我看清了，她是真的很在意姐姐，便将真相告知了，好让她能够亲自跟你说。谁知道她畏首畏尾的，我都急死了。六郎本性纯良，有恩必报。如今知错就改，此事就算接过了。但是日后莫再犯糊涂。还有，日后若是发现蒋长阳在为我涉险，不许再替他隐瞒。是。姐夫之前也安慰过我说，你不会不要我的。他比任何人都懂你。姐姐如今知道了前因后果，莫要再伤心了。姐夫他真的很爱重你的。知道了，喝你的茶吧。